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西班牙高分悬疑声导剧《无罪之罪》。哎，这回念对了。按照国际惯例，先来一段前情提要。男主角小白因过失杀人入狱4年，出狱后成了一名律师，和一个叫阿莲的美女喜结良缘。某天，阿莲离奇失踪，疑似被人绑架，小白也遭到了死亡威胁。经过千难万险，两人终于重逢。可小白却发现妻子阿莲和另一起修女坠楼案有关。得知修女玛利亚的死讯，阿莲悲痛欲绝，终于决定不装了，向小白摊牌了。阿莲出生在墨西哥贫民窟，她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，妈妈也在她5岁那年因吸毒过量而死。阿莲被安排住进了孤儿院，可她得到的却不是关怀，而是其他孩子的霸凌。只有一位西班牙表亲隔三差五寄来明信片，明信片上的西班牙风景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。10几年后，阿莲逃出孤儿院，只身远赴西班牙投奔表亲，可给她寄明信片的表亲却搬家了。身无分文的阿莲只能流落街头。2年后，阿莲被警察逮捕，本以为自己会被驱逐出境，没想到迎接他的是被遣返痛苦百倍的人间炼狱。脱衣舞俱乐部老板托老板从警察手里把阿莲接走，在托老板的花言巧语和威逼利诱之下，阿莲成了他的奴隶，蜕变为脱衣舞娘冬梅。好在有同为脱衣舞娘的秋菊给了他从未体验过的关爱，教会他如何在逆境中生存。直到那一天，阿莲遇见了命中注定的那个男人。小白有点蒙圈，本以为自己被绿是正在进行时，没想到是过去完成时。可小白除了原谅，又能做什么呢？毕竟当初阿莲也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有杀人前科的自己。那次约会同时拯救了2个孤独的灵魂。小白有些疑惑，阿莲是如何从托老板手里逃出来的呢？这还得从托老板利用未成年少女开展 VIP 业务谈起。他安排手下心腹代为管理，分别是宽额头的夏竹、齐刘海打鼻环的秋菊，当真还是冬梅的阿莲，以及托老板的情妇春兰，也就是后来躲进教会学校被迫跳楼自杀的玛利亚。为了统一画风，本期我们就她春兰好了。这几个人长相各有特色，应该还挺好认的吧？分不清的把我是脸盲打在弹幕里。看过上期视频的小伙伴应该发现了，关于托老板的管理团队，阿莲和西叔的说法有些细节不一样，这是个伏笔，最后要考。托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衣冠禽兽们蜂拥而至，其中有一头喜欢卡卡尼关节的禽兽尤为暴虐。夏竹不忍看到女孩被他摧残，甚至提出用自己代替，可这头禽兽独爱未成年。隔间里传来女孩的惨叫，不一会儿，遍体鳞伤的女孩逃了出来。愤怒的夏竹独自闯入了隔间查看情况，可惜他低估了禽兽的兽性。等打开隔间大门，夏竹早就凉透了。他的死没激起半点波澜，托老板派鸟哥处理掉他的尸体，然后很快就挑选了表姐代替了夏竹。托老板的冷酷激起了秋菊的反抗，为了尊严，他站了出来，高举企业的大旗，却被托老板残酷镇压。在他的地盘上不存在人权和尊严，要不是春兰拦着，将来秋菊还有点利用价值。托老板当场就让他知道什么叫菊花残满地伤。新来的表姐不以为意，觉得他们纯属自讨苦吃。春兰、秋菊和冬梅痛苦万分，看着夏竹的遗物，回忆起点滴过往，不禁潸然泪下。他们发誓一定要让托老板付出代价。说着，秋菊从桌子下面掏出把枪，就是上期小白从镜子后面发现的那一把。原来秋菊瞒着托老板藏了不少私房钱，这把枪就是用私房钱买的。他打算再攒个几年，姐妹几个一起远走高飞。几年过去了，托老板就算再傻，也发现有人在做假账。好在春兰在他身边，帮姐妹们隐瞒了真相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表姐渐渐取代了春兰的位置，还向托老板告发了秋菊和冬梅。几年的积蓄被托老板一扫而光，也少不了一顿皮肉之苦，肉体和精神双重受挫。秋菊和冬梅被打回原形，成了失去希望的行尸走肉。小姐妹遭受痛苦折磨，加上托老板的移情别恋，让春兰彻底绝望，于是制定了逃离托老板的计划。春兰知道托老板有一保险箱的录像带，里面全都是 VIP 客户的受刑，他以此要挟客户从中牟利。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编号27的客人，也就是当年杀害夏竹的禽兽。这个人权势滔天，轻易就能颠覆托老板的事业。春兰知道保险箱密码，秋菊那天要出门接客，无法参与行动。冬梅自告奋勇负责引走托老板，好让春兰偷出录像带，用他胁迫托老板换取宝贵的自由。计划进行的非常顺利。托老板发现27号录像带不翼而飞，第一时间想到了表姐，他能亲眼看到托老板把录像带装进保险柜。托老板怒急攻心，压根不听表姐解释，上去就是一顿组合拳。春兰和冬梅带着录像带进来，被惨状惊得2脸蒙圈。看到冬梅手里的枪，托老板也懵了。他看表姐遭到教育打击的尸体，再看看春兰手里的录像带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春兰让托老板用护照和10万现金来换27号录像带，托老板假装配合，却趁机掏枪挟持了春兰。争斗过程中，冬梅为救春兰，将托老板乱枪击毙。可眼下这烂摊子要如何处理呢？春兰灵机一动，调换了冬梅和表姐的衣服，还把冬梅的护照塞进了表姐的兜里，造成冬梅遇害的假象。从此世上再无冬梅，只有自由的阿莲。2人将托老板沉尸海底，
春兰替换了冬梅和表姐的私人物品，以防警察化验 DNA， 然后带着护照、现金和录像带远走高飞。临走前，春兰还给秋菊留言，谎称计划出了纰漏，冬梅被托老板杀害，托老板怕表姐向警方告发他，连夜带着春兰跑路了，只留下一张和秋菊的合影。这不是他们不讲义气，主要是事情紧急，再拖下去谁都走不了。况且托老板已死，没人再压迫秋菊，同时他们还需要有个信得过的人留下。向警察指认那具女尸就是冬梅，让轨迹看上去更加真实可信。负责调查本案的涂卢强果然上了当，一直在追查不在人世的托老板。春兰和冬梅已经来到巴塞罗那一所教会学校隐居，他们把录像带存进银行，一人保管其中一把钥匙，这些录像带就是他们的保命神器。教会的修女和春兰的父母认识，于是春兰就化身为教会老师玛利亚，冬梅则成为阿莲，和小白再续前缘，将射杀托老板的枪和钥匙都封存在镜子后面。这些年来，他们从未断绝过来往，每周一都会在动物园碰头，分享彼此崭新的人生。但录像带上拍到的客人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录像带被泄露出去，春兰就是因此遇害。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打断了阿莲的回忆，原来是私家侦探短发姐。他说自己刚被放出来，问清了小白的位置，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关机，别用信用卡，随后就挂断了电话。被他这么一打岔，小白从这段荡气回肠的经历中抽身，转念一想，不对啊，阿莲为啥要谎称去柏林呢？阿莲犹豫半天，说出了答案，原来他还有个女儿叫小宝。阿莲在俱乐部工作时不慎意外怀孕，托老板逼她生下了孩子。为了给小宝一个健康的环境，阿莲忍痛将她送走，通过教会学校的关系交给一对普通夫妇领养。他和小宝分别有一个成对的挂坠，用于将来母女相认。上次和小白看婚房时，他接到的并不是工作电话，对方称小宝出事了，叫阿莲勒索5万欧元。阿莲只好带着所有积蓄来到酒店2507号房间。当看到俱乐部曾经的保安兼打手鸟哥时，阿莲明白罪恶的过去终于找上门了。原来小宝的养父母雇佣秃噜强去寻找小宝的生母，秃噜强一路找到了当年的俱乐部女尸身上，发现那具女尸患有雄激素不敏症，根本无法生育。咱们作为观众自然知道，这具尸体压根就不是冬梅，而是表姐。真正的冬梅，也就是阿莲，是可以怀孕的。秃噜强脑筋一顿急转弯，终于想通了其中的弯弯绕绕。而他之所以能查到阿莲，是因为小宝居然和阿莲长得一模一样，不得不感慨基因的神奇。两人还拿出了小宝的吊坠，这下可由不得阿莲不信了。二人告诉阿莲，小宝患有先天性肾病，急需重金换肾。阿莲交出现金，然后就被下药迷晕了。听完这些，小白都快气没了，说阿莲可能被骗了。他们是如何找到你的？如果只是要手术费，那些视频又是怎么回事？阿莲说不会啊，他刚收到小宝养父的短信，约他明晚11点去隔壁市人民广场见面，然后心里咯噔一下。当年他和春兰抛尸的时候，托老板还没死透，难道他想方设法活了下来？这一切都是他布下的局吗？正在这时，窗外突然警铃大作，刚好赶到现场，打算带小白跑路的嫂子稀里糊涂的被当场逮捕。原来短发姐已经变节，刚刚的电话就是他在警方示意下打的。小白和阿莲近在眼前，西叔居然卸磨杀驴，将金姐赶出了团队。关键时刻，阿莲做出了极为惊人的决定，他放小白从后门偷邻居的车离开，去隔壁市带他赴约，然后独自出去自首。身居高位，性情暴虐，有捏指关节的习惯。万万没想到，27号客人居然就是西叔。他原本是偷师犯罪科派到脱衣舞俱乐部的卧底，和川兰达成了合作关系，暗中收集情报。可生性好色的西叔却知法犯法，很快将任务抛诸脑后，还故意向组织传达错误信息，以延长他的卧底生活，甚至成为了俱乐部的 VIP。直到他失手杀害了下厨，还遭到托老板敲诈勒索。西叔索性亮明身份，逼托老板交出录像带。没想到交易当晚，托老板就和春兰一起神秘失踪了。西叔怀疑春兰违背了约定，和托老板带着录像带跑路了，可找了好几年都没有头绪。本以为事情就此尘埃落定，没想到警方突然传来了春兰的死讯，又把西叔拉回到不安当中。他以职务之便四处寻找录像带的下落，赶走金姐也是怕节外生枝，终于好不容易抓到了阿莲。西叔坚信，除了托老板之外，没人知道他就是27号客人。小旭就扮演偷师犯罪科科员的角色，反过来勒索被逮捕的阿莲，声称自己知道阿莲的过去，不想他抖出去，就带自己和助手小胡子学在家里。阿莲只好照做。阿莲在家里，双方剑拔弩张。西叔开门见山，表示自己的目标就是录像带，向阿莲索要另一把钥匙，只要得到自己想要的，可以不过问阿莲的过去。但阿莲不乐意，在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，他一个字都不会说。助手小胡子只好给他解释，杀害玛利亚的凶手是秃噜强，但他不知道秃噜强的幕后老板是谁，也不知道托老板是否还活着。小白几年前意外杀人坐过牢，又誓言在狱中杀害狱友大壮。前几天秃噜强撞了他，表哥揍了他，然后他俩就先后嗝屁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小白和托老板曾经是狱友，如果幕后黑手是托老板，
但小白很可能也参与其中。杀害秃头强和鸟哥纯属黑吃黑。这下阿莲动摇了，他犹豫再三，决定和西叔做个交易，用钥匙换取他和小白的豁免权。西叔将钥匙交给小胡子，由他去银行取出录像带，自己则留下来盯着阿莲。小胡子顺利拿到了录像带。得知这个消息，西叔让他带着录像带会合，然后立刻向顶头上司灭绝师太汇报，谎称保险柜是空的，还可以提到小白不知去向，暗示录像带在小白手里。来了一招祸水东引。此时小白的通缉令铺天盖地，他唯一信任的嫂子已经被捕，不得已，小白只好打电话向伟妈求助，希望借他的车去隔壁市赴约。没想到伟爹突然出现，打断了这通求救电话，还报警举报小白，对他可谓恨之入骨。小白只好铤而走险，戴着个墨镜就出现在机场，买了一张去隔壁市的机票。更离谱的是，小白企图假装成一对母子的家人，混过安检，登上了去隔壁马拉加市的飞机。不过飞机起飞后，被他利用的母亲看到了通缉令，立刻向警方举报。小白前往马拉加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特殊犯罪科。另一边，金姐始终觉得案件有蹊跷，一切都指向了阿莲的过去。小白似乎只是个被推到台前的工具人，于是转而调查大壮监狱坠亡案。他先找到了伟妈，伟妈表示自己和小白相处多年，认为小白就像他儿子阿伟一样单纯善良，根本不可能故意杀人。随后，金姐又来到小白附近的监狱，询问监狱长当年的真相。监狱长依稀记得小白总是独来独往，看上去老实巴交。从档案上看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小白杀害了大壮，而狱友对小白的指控只是为了博取名声罢了。金姐刚要离开监狱，突然接到了修女的电话，让她赶紧去趟教会学校。2个月前，阿莲的女儿小宝突然出现在修女面前，原来她发现自己是被领养的，通过领养文件找上门来。修女误以为冬梅已死，只好告诉她生母的死讯。今天一早，修女收到了一封信，春兰生前委托公证处保管，万一她遭遇不测，再寄给修女。信封上赫然写着阿莲的名字，里面到底是什么呢？另一边，西叔正在阿莲家里专心致志的观看对小白狱友的采访，看得入迷，竟下意识的捏指关节，正好被阿莲看见了。他瞬间意识到，眼前的西叔就是27号客人。阿莲赶紧冲进厕所，反锁木门，打开镜子，取出手枪，结果动静太大，惊动了外面的西叔。西叔拿起枪，步步逼近，双方隔着薄薄的木门持枪对峙。关键时刻，来回合的小胡子打破了僵局。阿莲和西叔各自辩解，极力争取小胡子这颗足以打破平衡的砝码。最终，小胡子听从阿莲的建议，打开手提箱，打算播放27号录像带。如果西叔心里没鬼，看一眼也无所谓。枪声惊动了街坊邻居，警察随时可能赶到。西叔可以带着录像带一走了之，但他怕阿莲突然开枪，阿莲同样也信不过西叔。他一链子作用下，双方再度交火。这里有个槽点，阿莲的手枪是瓦尔特 BBK 型手枪，弹容量只有7发，但他居然能连开11枪，这就有点离谱了。最终，阿莲带着录像带破窗而出，抢了一辆车逃之夭夭。西叔紧随其后，却被巴塞罗那那糟糕的路况拉了胯，居然让阿莲逃了。不过，偷了犯罪科手段高超，西叔很快就监听到了阿莲的手机。阿莲一边逃跑一边报警，联系到了金姐，将刚刚发生的一切细数告知。他现在急需金姐的帮助，可还没等他说出会面地点，信号就被西叔用高科技手段切断了。西叔一边追踪阿莲，一边给灭绝师太汇报情况，说阿莲杀害了小胡子，然后带着录像带逃跑了。其实只要做个当的比对，西叔的谎言就不攻自破。不过情况紧急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西叔把阿莲的车牌号告诉灭绝师太，请他帮忙跟踪，顺便对警方施压。金姐刚赶到案发现场，就接到了灭绝师太的威胁电话。与此同时，特殊犯罪科也查到了阿莲的位置。然而等西叔赶到，阿莲已经混进了隔壁马拉加市的货车，打算去赴小宝养父的约，顺便和提前动身的小白碰头。西叔驾车穷追不舍，从灭绝师太那得知，小白刚降落在马拉加机场，就被更换多时的警察当场逮捕。西叔灵机一动，要亲自带小白去见阿莲。3小时后，阿莲提前1个小时抵达了约定地点——人民广场的一家脱衣舞俱乐部。他将录像带和枪寄存在前台，可奇怪的是，并没有人在等他。正当阿莲疑惑之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舞台上，正是改头换面的秋菊。万万没想到，姐妹俩会在这种场合以这样的方式重逢，就像当年第一次相遇时一样突然。秋菊虽然身处魔窟，心里却总有一股反抗的劲儿。她第一次见阿莲，仿佛从她的身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，从此尽心尽力保护阿莲。当年玛利亚和阿莲带着录像带一走了之，可害惨了剩下的秋菊。她以为自己的好姐妹冬梅死了，生活中唯一的光也熄灭了，精神严重受创的同时，还要遭受西叔的严刑拷打。秋菊好不容易熬到西叔放弃，想要改头换面走上正道，却处处碰壁，不得已重操旧业。到冬梅的墓前和姐妹说说心里话，这是她聊以慰藉的唯一渠道。重逢固然令人欣喜，但既然约阿莲的人不是秋菊，那会是谁呢？为了安全起见，秋菊邀请阿莲去他家里避避。临走前，阿莲还给小白留了条口信，
让他去秋菊家里会合。可惜此时小白已经被机场警方控制，西叔也在赶来的路上。姐妹重逢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秋菊给阿莲泡了杯茶，听说阿莲是为了女儿小宝才以身犯险，独自来赴约。秋菊愣住了，说小宝来找过他。原来当初小宝得知妈妈的死讯，并没有直接回养父母身边，而通过目前的合影，设法找到了秋菊，想要知道更多关于生母的信息。阿莲眉头紧皱，既然小宝以为自己死了，养父母全程都没出现，那杜鲁强那套小宝要钱治病的说辞很可能是个圈套。幕后黑手难道是托老板？为了验证阿莲的猜测，秋菊提议给那个所谓的养父打回去，可阿莲的手机被西叔锁死，秋菊就用自己的手机打。刚好阿莲的手机电量低，她担心手机突然断电关机，就把号码写在了纸上。秋菊拨通电话，对方却占线，线索就此中断。另一边，特侦犯罪科要求金姐交出所有档案，不再插手此案。即便真相近在眼前，只要查一下弹道，就能确认西叔究竟是不是杀害小胡子的凶手。可上司为了保住金姐的前途，死死拦住他。金姐这小暴脾气，直接上缴警徽和配枪，这警察不当也罢。金姐回家不久，上司就找上门来，好说歹说一顿劝。上司表示只能把金姐到这儿了，从此刻起，金姐只能孤军奋战。个屁！他立马找到短发姐，表示咱俩都上了偷吃犯罪课的当，既然大家目标一致，不如通力合作。金姐请短发姐跟踪西叔，短发姐大惊失色，这怎么行呢？这是侵犯隐私啊！西叔还有1个小时就到马拉家了。好家伙，感情他一直在追踪西叔，二人分头行动，短发姐盯死西叔，随着给金姐提供场外援助。金姐则连夜飞往马拉家，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，西叔已经见到了小白。西叔开门见山说自己想要的只有录像带，只要小白供出和阿莲约定的会合点，自己就给他们签豁免协议，保证他俩夫妻团聚，免受牢狱之苦。小白不禁回忆起自己那4年的监狱生活，阿莲一旦被抓，将会面临更高10倍的刑罚。犹豫片刻，他终于答应亲自带西叔去会合点。在去往人民广场脱衣舞俱乐部的路上，西叔的八卦之魂突然燃烧，询问起小白、秃噜强和鸟哥是不是你杀的。见小白不回话，又问起10年前的意外杀人案和监狱大壮坠亡案。Todo el que te busca las cosquillas acaba con la cabeza reventada. Pues no me las busques demasiado. 小白和西叔抵达俱乐部，得到了阿莲给小白留下的口信，又掉头赶往秋菊家。花开4朵，各表一枝。这1个多小时里，阿莲反复尝试，可那个号码始终占线。秋菊怀疑是物理信号差，就带着阿莲去电话亭，却把写着号码的便利贴留在了屋里。刚到电话亭，阿莲就突然剧烈咳嗽起来。自己给自己打电话，当然占线了。这下真相大白，雇佣秃噜强打电话给阿莲设套的人正是秋菊。原来当年结案后，秋菊雇佣秃噜强调查杀害阿莲的托老板，想为阿莲报仇。但咱们都知道，托老板早已石沉大海，结果只能不了了之。直到小宝找上门来，他才再次找秃噜强，给小宝详细说明当年的案件真相。没想到秃噜强翻阅资料时，发现现场那具女尸患有雄激素不敏症，也就是所谓的雌雄同体，根本没有生育能力。那小宝又是哪来的？答案只有一个，死者另有其人，阿莲尚在人世。秋菊无法接受被闺蜜欺骗和抛弃的事实，心态彻底崩了。他雇佣秃噜强和鸟哥四处寻找阿莲和玛利亚的下落，终于循着小宝的领养记录找到了玛利亚，也就有了当晚对玛利亚的袭击。可怜他还以为秃噜强是来找录像带的，为了保守秘密，当场跳楼自杀。秋菊将昏迷不醒的阿莲和录像带塞进汽车，刚好和小白西叔前后脚。西叔将小白铐住，独自进屋。小白趁机拿到手机，给阿莲发去警告短信，让他不要相信西叔。可阿莲的手机这会儿已经断电关机，本人也陷入昏迷。尽管扑了个空，但西叔通过合影和水杯里残留的药物推理出秋菊将阿莲迷晕带走，还用便利贴上的手机号联系上了秋菊。西叔认为秋菊的目的是报复阿莲，便提议用阿莲最在乎的小白换自己想要的录像带。秋菊也同意了。西叔很快抵达秋菊藏身的仓库，这里曾经是托老板隐藏业务基地，如今早已人去楼空。西叔带走了所有录像带，暗自扣下了27号，留下一脸蒙圈的小白扬长而去。西叔悬着的心终于落下，那叫一个痛起舒泰，唯一的污点就此消失。伴随着轻柔的音乐，西叔拨通了灭绝师太的电话，汇报情况，马上就能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了。我说你能不能先把录像带销毁了再高兴啊？果不其然，一位来车将他截住，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金姐。不久前，金姐终于降落，在短发姐的远程协助下找到了西叔。金姐无视西叔的威逼利诱，将他缴械铐在车上，这也就算了，可没想到他还摸走了27号录像带。警方的增援赶到现场，将2人团团包围。这下西叔终于慌了，即便他趁金姐取走其他录像带的时候，从储物箱里摸出那把手枪，也只是困兽之斗，总不能当着一群警察的面杀人吧？此时此刻，西叔想到的只有自己的女儿，女儿不能知道他都干了什么。这一幕勾起了金姐心中埋藏最深的梦魇，她仿佛又回到了7岁那年，面对父亲失去生机的尸体，抱着膝盖无助的哭泣。
悉数伏法，但小白和阿莲还未脱离险境。金姐收拾情绪，向仓库驶去。仓库里，秋菊假意领小白去和阿莲会合，突然出手把他关在了隔间里。透过强化玻璃可以看清外面的景象。阿莲从昏迷中惊醒，却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，而秋菊正在为他梳妆。不久前，涂卢强通过匿名线人找到了阿莲，看到焕然一新的姐妹，秋菊打心眼里替她高兴，但很快这份喜悦就变质成了记恨。凭啥你俩能重获新生，我就得遭受背叛，还被迫背黑锅，甚至得不到一个解释。因为一句抱歉，秋菊护了阿莲10几年，阿莲就是如此报答她的吗？突然间，灯光大亮，小白只能不断的呼喊，拍打强化玻璃，亲眼看着3名戴着面具的 VIP 客户步步逼近阿莲。关键时刻，金姐带队及时赶到，循着小白的喊叫声找到了交易现场，一枪打爆玻璃，赶在事情进行到最后一步之前，将3位禽兽全部拿下。警方见秋菊持枪而立，没有半点投降的意思，毫不犹豫直接开枪。岂料阿莲突然挣脱小白，冲上前去，被秋菊挡下了致命一枪，也偿还了这些年来背叛友谊的罪。随着秋菊被当场逮捕，昔日托老板的未成年卖淫案也在今日真相大白。负责调查此案的特殊犯罪科成员西叔和小胡子先后死亡，警方认为秃噜强和鸟哥的死也和卖淫案有关。秋菊因为与这几起命案都有直接联系，被警方列为头号嫌疑人。灭绝师太亲自来取录像带，但金姐一点面子都不给，表示这些录像带要是落在有心人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金姐将录像带交给了自己的上司，由他决定如何处理，也算是回报了上司对自己的信任。阿莲经过及时抢救，不光枪伤没有大碍，还幸运地保住了孩子。阿莲终于拿到了玛利亚的遗书，看到玛利亚独揽了杀害托老板的罪责，直到最后一刻都在保护自己，阿莲顿时泣不成声。经历过这次大风大浪，小白和阿莲的感情更加亲密，彼此之间应当毫无保留。阿莲终于有机会问出这几天一直困扰他的问题：小白究竟有没有杀害大壮？小白不加思索地回答：大壮的死只是一场意外，却要趁阿莲做检查的空档，谦虚地调出了狱友的采访视频。看来大壮的坠亡还是打一个问号。秋菊突然提出要见阿莲一面，他知道小宝的下落。秋菊想要的很少，仅仅是尊重和爱，却因背叛对阿莲由爱生恨。可随着阿莲飞身为他挡子弹，所有的恨意都烟消云散。姐妹俩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。阿莲和小白立刻动身，前往秋菊提供的地址去和女儿小宝重逢。可人都到机场了，阿莲反而开始犹豫，要是小宝发现阿莲的黑暗过去，感到羞愧自卑怎么办？要是小宝四处寻找阿莲的下落，只是为了当面请了他怎么办？好在小白其实展现出了温柔的一面，将妻子揽入怀中，劝他不要想太多，等回家休息一段时间，把伤养好了再去见女儿。案件看似尘埃落定，但还有太多未解之谜。秋菊否认自己让秃噜强勒索阿莲，大5万现金目前也下落不明。秋菊也并没有让鸟哥拍视频引小白入局，更没有杀害任何人。那么是谁杀了秃噜强和鸟哥呢？难道托老板真的没死吗？可玛利亚留给阿莲的信里坦诚是他枪杀了托老板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也根据秋菊的口供打捞出了一具尸体。经过化验，这具尸体就是托老板，他是真死透了。另一边，法医实验室忙了好几天，终于修复了杀害秃噜强和鸟哥的凶器上的指纹，和秋菊的指纹完全不同。不过他们从警方的档案里找到了指纹的真正主人。小白和阿莲正在嫂子家里享受难得的平静时光，门铃突然响起。小白打开门一看，好家伙，又是金姐。等着枪上发现了自己的指纹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小白只能暂别家人和爱人，和金姐走一趟。正在这时，小白突然接到了短发姐的电话。他不明白为啥狱友要在警察追捕小白时说他在监狱杀害了大壮，这不是损人不利己吗？于是瞒着小白去了监狱。在短发姐的威逼和威逼之下，狱友终于说了实话。不久前，有人给了他一笔钱，指使他向媒体指控小白。给他钱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阿伟的父亲。所以枪上的指纹可能也是伟爹的杰作。真相如此骇人听闻，小白岂能坐以待毙？要是乖乖跟金姐走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套等着自己钻。这一次，他要自己掌控命运。小白和短发姐会合，狱友拒绝出庭作证。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伟爹陷害了小白，小白只能铤而走险，拿上短发姐的备用枪，独自闯进伟家，不顾伟妈的劝阻，和伟爹当面对质。而伟爹早已报警，金姐亲自带队，警能打得哇哇亮。他从上司那儿争取来宝贵的1个小时，如果他拿不下小白，上司就要派武警攻坚。金姐赶紧联系阿莲来现场，只有他能劝住小白。小白陷入绝境，逃跑和自首都是死路一条，杀了伟爹也于事无补。眼看着伟爹就要离开，小白终于甩出了底牌。Empuje a tu hijo con ganas de hacerle daño. Todo lo que he hecho para joderte la vida ha sido poco. 在小白的激将法和伟妈的质问下，伟爹终于说出了真相。当年阿伟被小白推倒，一脑积食，当场死亡。即便法院判决小白是意外杀人，但伟爹笃信儿子的死不是意外，而是小白刻意为之。小白诚挚的道歉，在他眼里都是演戏。本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，伟爹也尝试去原谅和遗忘。但是当伟爹在医院偶遇小白的瞬间，他明白了，恨意早已深入骨髓。4年的刑期实在太短，他要让小白生不如死。
伟爹从保险柜里取出一包钱，正是阿莲的5万现金。伟爹通过给阿莲做产检的医生得知阿莲曾经生过孩子，却向小白刻意隐瞒，于是暗中跟踪阿莲，发现了阿莲和玛利亚的密会，还有玛利亚反差巨大的双面人生。伟爹便转而跟踪玛利亚。玛利亚坠亡当晚，伟爹也跟着图图强溜进学校，亲眼目睹图图强逼死了玛利亚。为了弄清图图强为何这么做，伟爹冒着生命危险，花重金雇佣了图图强和鸟哥。得知图图强他们在找玛利亚的好朋友冬梅，看完图图强手里的资料，伟爹立刻意识到阿莲就是冬梅。一个大胆的计划就此生根发芽。他顺着秋菊的计划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，让图图强以小宝生命为由，逼阿莲带着医药费来见面，又偷偷迷晕阿莲，给小白发去了阿莲和鸟哥的裸照，造成阿莲出轨的假象。正在这时，屋外传来了阿莲的声音。警方原本让他劝降，没想到他却让小白负隅顽抗，坚持到底。结果这么一闹，金姐争取来的时间只剩最后10分钟。小白看着捂胀到牙齿的特警，问出了最后的问题：秃噜强和鸟哥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伟爹一脸便秘的表情，还能咋死的？我杀的呗！原来秃噜强发现了伟爹的身份，居然向他勒索50万。两人在车里扭打时，伟爹失手打爆了秃噜强的秃头，一个老医生反杀了前刑警，我也是服了。伟爹显然也没料到，带着秃噜强的枪逃回家，看着儿子的照片，泪流满面。本想一走了之，可突然接到了鸟哥的电话，说他遇到了麻烦，让伟爹去酒店详谈。伟爹一听，天赐良机啊！他与鸟哥在地下道会合，先去了趟小白家，从车门把手上提取到了小白的指纹，再去地下道枪杀鸟哥，最后把小白的指纹印在枪上。可伟爹毕竟业务不够娴熟，指纹就印了一半，法医忙活了几天才复原。这下大部分谜团都迎刃而解。伟妈对丈夫的所作所为失望透顶，说儿子在天之灵会以她为耻，打算带着小白一起离开。伟爹却突然叫住二人，别急着走啊，还有一个坑没填呢。还记得出手针对小白的大壮吗？他也是伟爹花钱雇的，目的就是在监狱里杀死小白。监狱里死几个人还不是家常便饭。万万没想到，小白服刑期间天天举铁，凶性大发，反向大壮之福。得知真相的小白举枪对准了伟爹。Dani, hijo, no lo hagas. Dani, mírame. 伟妈的原谅、阿莲的爱和金姐的信任，让小白获得了第2次重生。金姐连破2件大案，步步高升。伟爹则数罪并罚，住进了小白待过的监狱。小白无罪释放，亲眼见证了孩子的降生。他卖掉了律所，告别短暂的律师生涯，开始帮助那些刚刚出狱、对新生活懵懂无知的犯人。阿莲终于鼓起勇气和女儿小宝重逢，把女儿接到家里一起生活。他们都放下了过去的一切，去思考未来的可能。无罪之罪的故事也就此迎来了尾声。别急，还有最后一重反转。无罪之罪改编自哈兰·科本的同名小说，绝对称得上是年度最佳悬疑剧。短短8集故事，并不是简单的将一部电影拆分，而是彼此之间相互独立，又在情节上前后呼应。全剧没有一句废台词，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浮现回收，用多视角 POV 的手法补全了主要角色的背景介绍，也从他们的角度不断丰满一切的真相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当你揭开这重秘密的时候，会发现秘密的背后还有秘密。难怪有人说，看这部剧的过程就像是在玩剧本杀。本剧谜局看似复杂，其实是因为有跨越10几年的好几件案子彼此纠缠融合，又有怀揣不同动机的救火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反复入局，再加上时间数值的图图强和鸟哥，背景复杂的玛利亚和小白，使得原本清晰的故事成了一团乱麻。但只要理顺了其中脉络，就能很快理顺剧情，这就是剧本的扎实之处。当然，无罪之罪也存在一些不影响观感的小瑕疵，诸如战斗力不如老医生的警察，永远打不光的子弹，男女主飘忽不定的智商。伟爹最后的反转布局也颇有些拿了剧本看上帝视角的嫌疑。剧中也出现了很多无用信息，例如一开始的酒吧斗殴推小白进入战局的老哥，他渐渐酿成了后续一系列悲剧。导演甚至特地给了他一个特写，我的窥探综合症当时就发作了，还以为这老哥身上也有事儿，从头到尾都是某人的布局，可没想到这老哥就是个龙套，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还有小白得知阿强向警方举报他，找上门去一顿连唬带吓，言语中似乎在暗示阿强在法庭上做了伪证，和阿珍一起合谋坑他。然而这条伏笔直到最后都没回收。最后再来谈谈无罪之罪的大结局。作为一部悬疑剧，最后一重反转的揭露至关重要，先前积累的情绪要在这一刻爆发出来。想想看不见的客人里，痛失爱子的老太太撕下面具的那一刻，有多少观众和我一样头皮发麻？反观无罪之罪呢，先是站在伟爹的视角，给观众来了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起底，接着摸黑手伟爹的身份，轻易就被狱友爆了出来，非常之草率。更离谱的是，尽管前面有铺垫，伟爹一直对儿子之死非常愧疚，但当时的他明明已经立于不败之地，居然听了小白的一顿毫无含金量的嘴炮话聊，就出去自首了。我认为结尾可以改成这样：小白被坑进了原来服刑的监狱，
伟爹亲自去探监，然后和那名举报小白的狱友来了个小互动，镜头歘一个特写给到小白，定格在他难以置信的表情，然后再以伟爹的第一视角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，这样的力度才刚刚好。不过未免也太残忍，缺乏人文关怀。伟爹的表现确实符合他的人设，相比于看不见的客人里那对夫妻，伟爹和伟妈的性格更加软弱，智商也明显低了一截。伟爹是个杀人以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毁尸灭迹，而是丢下尸体跑回家，甚至想开枪自杀，一了百了，让他摇身一变成为冷面酷哥，我也接受不了。至于这样的结尾算不算烂尾，只能说见仁见智。这时候有人要说了，伟爹的反转不是最终反转，小白的才是。拜托，真有人关心大壮到底是不是小白杀的吗？看了这么久，早就猜到了好吗？大壮追完案的反转，就像一顿大餐吃完，服务员才终于端上来的菜汤一样无味，最多能充当这么厚的彩蛋。不过总体来说，无罪之罪虽然没有吹得那么神，但满分100分的卷子拿到80分是绰绰有余了。除此之外，无罪之罪最大的创举就是继尼森的女儿、基努的狗、郭娜的快递、华盛顿的朋友之后，影视剧中又多了一个碰不得，那就是西班牙老头老太太的儿子鸭子。终于抽空把这个大坑填完了，以后还有什么想看的热剧，欢迎在评论区和私信告诉我，咱们下一个新坑再见，拜了个拜。喜欢我的解说请按一个喜欢，也要记得点击右上角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再会，拜了个拜。